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的内容就如标题所说的，一位3亿战力的大佬被清零了。虽然是在 KVK 中被清零，但是他并不是被敌人给清零的，而是被自己王国的人给清零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里的截图来自 Apoculus 的频道。那有兴趣或者是不会听中文的观众可以去他的频道那边看。这里我尽量长话短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这里有说到为什么要把这个玩家给清零。首先就是在他们 KVK 4结束之后，这个玩家有说要回归，并且是使用这个账号。当然3308的玩家非常欢迎他回来。在他回来3308之后，在 MGE 的某一天，他破坏了他们的规则，但是3308没有意识到，并且他们还在开心的状态。但是无可否认的，这位玩家每一天都会购买3到4个黄金宝箱，但是他对王国完全没有付出。但是他们有要求这位玩家要在王国的任务之中拿到第1名，可是他选择去清零他们自己王国，也就是3308里面的玩家，并且他们在之前的王国之中有发生过一些争吵。后来可能他们谈判了之后做出了妥协，希望这个玩家在 KVK 5里面有更好的表现。然而在关卡4开放的时候，只有 KVK 1经验的玩家去打 KVK 5，他完全被压制了，而且他擅自去集结敌方的要塞，还强制3308的玩家加入他的集结，如果谁没有加入的话，他就会清零谁。因为没有人要理他，他就在关卡4那边生闷气，还要求对方买机票给他。他们也是买了一个机票给他，这边只有1个而已。从他移民过来开始，他已经抢了2次 MGE 第1名的排名，但是他对王国完全没有贡献，也要求去买机票，所以他没有资格安排 MGE 第1名，所以他就生气了，还抢了 MGE 的排名。管理层有跟他沟通，但是他依然不改，还要挑战整个王国，所以他们才把他 3.44 亿的战力变成 1.29 亿，结束了这个星期日的 drama。 他们也不想要发生这样子的事情，也只是想要和平而已，但是这个玩家太过自大傲慢，也为了他们王国的发展，所以他们也只能面对还有发生冲突。邮件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啦。但显然的，你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战力不是剩下 1.29 亿，而是剩下8000多万，接近9000万而已。显然的，这个玩家的账号是很旧的账号，至少已经有5、6年了。从击杀也可以看得出，这个账号在之前的主人是很厉害打架的。我去搜索了资料才知道，原来他原本的主人是来自1316吨吨 Kiss。这个数据是当时候他所打出来的击杀，总共是已经有561亿了，现在变成618亿，提升了大概50亿左右。那显然是有提升击杀的，但是我也不排除他这些击杀都是来自被别人清零账号所获得的击杀。我相信他本人应该也没有想到最后他的账号会变成这个样子吧。那当然的，我们也不能单方面只是看王国那边说什么东西，也是要看这个玩家说什么。他就有说到，其实对方是有要求给他 MGE， 但是最后他们把 MGE 给了一个越南玩家。但是这边 Shellby 的回复似乎是告诉这个玩家说，上一次拿到第1名的就是你本人。那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这个玩家就清零了一些越南玩家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叫 Y 的玩家就有告诉他停止在撒谎， Cap 的意思在英文是撒谎的意思。然后08的玩家开始告诉他，为什么你说他们是农夫，可是你的付出比那些农夫还要更少，还问他是不是想要学爸爸那样子，拿了 MGE 之后就移民。不过爸爸那件事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啦，这个可能看大家有没有兴趣，我们之后再聊。还说这位玩家就是新的爸爸，而且在第5区域结束之后还要求他们卖移民令给他。然后这边就开始骂他们了。那因为我不会看土耳其文，我也不确定他这边骂的是什么脏话啦。他就讲3308是他见过最叉的人，还说要毁灭3308，还说要清零他们什么之类的，他们永远不会获得我的资源。那么究竟到底是谁的问题呢？我就不清楚了。我觉得他们沟通上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。后面就是他们王国的玩家分享出来一大串的报告，同时间也是可以看到这位玩家他一直不断的去清零其他的玩家，而且还因此为傲，一直不断的分享报告。这是3308王国发起的第1份报告。那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他的城市里面还有2400万左右的部队，并且他们是做好准备要把这个玩家给打死的。同时间3308也是赚到了1倍的战损。那这边各位可以看到，一开始这个玩家是用李成桂搭配诸葛亮驻防的。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？因为他原本就已经有穿装备了。正常来讲我们是不用李成桂做主将的，但李成桂本来就是一个驻防统帅，可是他的城市里面并不是全部都是工兵。尽管他是已经穿上装备了，可是可以看到这边工兵的素质比较起对方步兵的素质是相差特别远。毕竟李成桂是第1代统帅，然而小 CP 是第9代的步兵，所以素质方面肯定是比起对方还要更弱。
那因为他这个原本的号主是 Kiss， 他本身的装备军器其实也不会太弱的，所以最后打出来报告不算特别糟糕。后来他替换成拉普搭配波罗头，我已经忘记了，上面还没有给大家看他本来有什么兵种，其实还是蛮平均的，骑兵、步兵、工兵各自都有750万左右。有200万的工程车，还有少量的提议部队，但是第一个报告就已经阵亡了100万的部队。在使用拉普搭配波罗头的时候，其实阵亡没有这么多，不过这边战损还是比较亏。这里他所使用的装备是领袖装备，但是阵型方面我就不确定他到底是使用哪一个阵型了。在他城市被集结的时候，他还派了一个诸葛亮、海尔曼出去刷 debuff。那当然用部队去打集结肯定会比较痛一点的，所以他这个报告其实也不太好看。但也还好，他这个账号的装备军器不算太烂，所以打出来的报告还可以接受，至少接近1:1左右。但是整体报告还是亏了1倍。然而3308还没有放弃，他们又接着打。这一次他替换了葛尔哥搭配柳彻来驻防。那么因为这份报告打的时间不是特别长，而且在集结方他们后来是来不及增援，就变成说这份报告是由这个被集结的玩家赚了。但是他的争议依然还是比起对方还有更少，可能是因为这个玩家被踢出联盟的关系，没有联盟的加成，所以争议才会这么低。不过他的部队已经减少了，变成2166万，每个兵种部队剩下660万。然后他们又发起了集结，我真的不懂了，为什么这个玩家不要跑掉？但是他这一次是用波罗头搭配珍珠，我不理解为什么他要用珍珠啦，因为珍珠如果是做驻防的话，他有2个技能是完全没有办法使用的。部队变成1668万，每个兵种剩下500万左右。那因为他使用错误的统帅，所以这边的报告也不太好看。当然整体方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但是他这里所使用的装备是领袖装备，这里所使用的军器应该也是空心阵而不是圆形阵。当然集结还没有结束，接下来又在发动集结，这一次是用波罗头搭配李舜臣，这个时候还剩下1375万的部队。显然的这一次的报告也不算特别好，不过以混兵来说还算能接受。装备方面依然还是用领袖装备，但是数值肯定是比不过别人用纯兵集结。并且每当这个玩家派部队出去打架的时候，他就直接被人家打了。那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报告全部都是亏损很多的，是因为他被人家围殴。不过以他们的地表来看，显然是这位玩家他想要反抗3308，所以他就派出了部队去打对方。但是显然的一个玩家是打不过大量玩家的，所以他报告才会这么难看。当然集结也是不能中断，他们又发起了集结。这个时候这位玩家的城市里面剩下1214万的部队，每个兵种剩下360万的部队左右，也是用混兵驻防，不过后面他有换了驻防车头，所以这边报告不算太糟糕。装备方面依然是用领袖装备，但是争议还是比不过对方。后来有替换成用葛尔哥搭配波罗头，但是这边的战损更加难看。然后他又派了一支部队出去，不知道要干嘛，就算派了出去也是被对方给打死，阵亡的更快，更加不值得。整体数据亏了将近1倍左右。又接着下去集结，这个时候他的城市部队剩下967万，报告方面依然还是亏了1倍，每个兵种部队剩下280万左右。不过他还是有帮我们做一下实验，这边可以看到崔营搭配拉普的报告。这个时候他的城市里面剩下649万，每个部队大概200万左右，他也就只有报告做完的时候才会分享出来而已。但是你们可以显然看到，是因为敌方他们的部队不够，解散的时候只有98万而已，所以是没有玩家增援这个集结的。那其实这个玩家的争议还算可以接受啦，我不清楚为什么没有玩家增援，可能他们全部携带的都是步兵，来不及替换骑兵，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好几份报告全部都是步兵来的。但尽管如此，这份报告也就只有1:1而已。后来3308又换了另外一个集结，用霍去病搭配查士丁尼，这个开集结的玩家跟刚刚用阿提拉武田是同一个玩家来的。不过这边战损还是有赚1倍啦，最后解散的时候还有212万。但是正常来说，我们一般不会用霍去病集结，他是比较专注在野战的统帅。不过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份报告，看霍去病打出来的效果怎么样。最终报告是赚了1倍左右，不过这个玩家他是有派其他部队出来围殴这个集结的。后来3308又使用步兵集结，对方依然还是用波罗头搭配李舜臣驻防，不过部队只剩下897万，每个兵种的数量又提升回去260万左右了。显然这个玩家已经开始训练部队了，但是报告打出来还是亏了1.5倍左右。
还是同样的集结跟驻防统帅，城市剩下762万的部队。这份报告赚了接近3.5倍的战损。这份报告他换了一次驻防，本来是用波罗头搭配李舜臣的，后来他换成了崔营搭配李舜臣，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的部队剩下584万而已，等于说这个时候他的战力剩下1亿左右。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到，从原本的3.4亿变成1亿的话，要开多少个集结。第二份报告他就换成了崔营搭配波罗头，但是这份报告非常亏。这个是我找到最后一份集结城市的报告了，这个时候他剩下427万的部队，也是亏了将近1倍左右的战损。使用崔营搭配波罗头的驻防，以这里的部队算起来的话，他这个时候的战力大概9000万左右，也符合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战力。也因为大家都已经撕破脸的关系，再加上他这个账号其实还有很多的资源加速，甚至这个玩家是有钱的情况下，他可以在这里捣乱一辈子。他还大言不惭的分享清零其他玩家的报告，就是摆明告诉3308的玩家说，就算你清零我又怎么样，我还是可以捣乱。目前看到他们 KVK 阵亡最多的就是这位玩家，算下来已经阵亡了3000多万的 T5 部队，但是他并不是治疗最多的玩家，他排行第4，毕竟被集结城市你最多医院塞满就只能治疗69万左右的部队，其余的部队都是直接阵亡的，但是在击杀上面是完全看不到他的名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的击杀积分呢，只有击杀敌方阵营才会计算在内。不管怎样，这个被集结的玩家他是肯定大亏的，因为集结方他们可以用小号去增援集结，换取他所有的 T5 部队。但是我相信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这个玩家依旧会捣乱下去。如果你是来自3308的玩家，也可以联络我，跟我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可以 follow up。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事件之后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